官方视频意外透露，太行歼20入列中国空军，这对于我国空军意味着什么？面对一些质疑，此前歼20总师杨伟又是如何回击的？不久前，中国空军在宣传视频中发布了一段宣传视频，其中一架歼20的亮相引起了关注。我们可以发现，这架歼20战机的发动机部分是呈现锯齿状，这说明这款歼20采用的是国产涡扇10太行发动机。当然，此前也不是没有安装太行发动机的歼20照片流出过。但这一次比较特殊的是，此前出现的太行版歼20基本都是黄皮测试机，而这架歼20战机是已经有正式的涂装，并且飞机尾翼还有编号，这说明这架歼20战机已经服役入列中国空军了。歼20无疑是我国最出色的战斗机，其隐身性、航电系统等都达到全球顶尖水平，但一直以来最大的遗憾就是歼20战机存在心脏病问题。我们知道，我国的航空发动机因为起步相对于美俄要晚，一直是制约我国军机发展的一项短板。在歼20刚研制的时候，使用的是从俄罗斯那购买的 AL31发动机作为歼20的航发，但毕竟 AL31发动机是作为上一代飞机所使用的航空发动机，对于歼20的限制很大，因此发动机的问题就导致歼20战机多年来始终没能进行量产。要解决歼20的量产，国产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势在必行。据获悉，此次歼20所采用的发动机已经是涡扇10C 太行发动机，而太行发动机的出现也算初步解决了歼20心脏病问题。当然，涡扇10发动机还将不会是歼20的最终形态，更强大的涡扇15俄美发动机还在研发中。不过，涡扇15研制工作还需要时间。外界预测，到今年安装涡扇15的歼20可能会实现首飞，但要正式装备可能要等到2025年。这好几年的时间，歼20不能只进行小规模生产，不然随着周边国家部署 F-35战机数量上来，我国的5代机将会在数量上吃亏。因此，太行版歼20有一个作用，就是解决歼20的量产问题。不过正因如此，有些外媒质疑太行版歼20只是应急产物，甚至怀疑太行发动机能否胜过俄罗斯发动机。但其实早在2018年的时候，歼20总师杨伟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表示，歼20不是一个机型的代号，而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成就的代名词。歼20战机会持续不断发展下去。从杨总师的话来看，我们应该明白，歼20并非是一款定型的产品，而是具有发展性。从过去俄航发到现在的太行歼20，这是一个发展过程；而从现在的太行歼20到未来的俄美歼20，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这一点我们早就有规划。面对外界质疑，总师杨伟的话可谓是有力回击。目前，美国在打造自己的福特级航母同时，我们国家同样在打造一艘新航母，并且我国航母将有可能在一个方面实现对福特航母的弯道超车，而这得感谢一个人。根据美国媒体军事观察网站报道，中国海军在江南造船厂打造的一艘超级航母即将完工，这艘航母预计排水量达到85000吨，这也表示全世界同类航母中第一艘接近美军航母的超级航母即将出现。根据美媒的报道，这艘航母将是中国第3艘航空母舰，也是自行建造的第2艘航母。前2艘航母分别为辽宁号与山东号，吨位为65000吨，采用了滑跃甲板。这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以及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类似，但是滑跃甲板限制了舰载机的起飞重量，而最新一艘航母将改变这个局面。美媒认为，我国的第3艘航母之所以能称之为超级航母，除了体积较之前的航母要更大，这艘航母还将采用电磁弹射系统，这也使得这艘航母与前2艘航母区分开来。目前美国的福特号航母也采用电磁弹射系统，但是由于电力问题，这艘已经服役的航母还未能完成部署。美国彭博社报道称，在发现升降梯、电磁弹射系统等问题后，近日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又被爆出飞机起降系统有问题。根据报道，福特号航母进行了多达近4000次飞行起降试验，其结果令美军部署很满意。此外，测试主管还爆出，在去年的时候，福特号有2次因为电磁弹射系统的故障，导致弹射器失灵3天。这对于一艘电磁弹射航母来说，要是在战时遇到这样的情况，将是致命的。福特号航母早在2018年就正式服役，但服役这3年却故障不断，而且这还是有史以来最贵的一艘航母，造价超过130亿美元，几乎是美军尼米兹级航母的2倍，但直到今天仍无法部署。根据计划，福特号航母可能要拖到2024年，而我国的第3艘航母可能在今年下水，也就是说，我国电磁弹射航母可能要赶上福特号航母之前部署了。而随着新航母的到来，我国势必又会迎来一波造舰潮。此外，我们也不得不感谢我们的马伟明院士，
他开发的舰载中压滞留技术，相比于美军所用的舰载中压交流技术，更加具有稳定性。这使得我国的舰船电力系统很难出现福特号航母那样的过载问题，并且能使一艘常规动力航母也能搭载电磁弹射系统。同时，正是得益于这项技术，我国的电磁弹射系统、激光武器、电磁轨道炮乃至全能舰等装备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可以说，正是有着这套技术，马伟明曾说过，要抄就抄美国正在成为现实。我们也希望早点能听到我国新航母的消息。就在最近，我军官方公开了一部分前线官兵的近况，娱乐设施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这与不远处印军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在1月9号，我国西部军区下属南疆军区的官方账号南疆强军号对外放出了一系列照片。该账号指出，尽管边疆环境恶劣，冬季尤甚，但因为后勤保障升级，让我军前线官兵们可以在闲暇时光展开丰富的文娱活动。在放出的照片之中，可以看到军营中有官兵选择在图书室浏览书籍报刊的，也有在宿舍弹琴的。而在众多公开图片之中，多台接机设备并排放置，甚至还有官兵在排队等候上机的照片最为吸睛。这一幕自然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有外界观察人士就指出，休闲娱乐设备的出现恰恰反映出了我军在后勤补给方面的充足和完备。这种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才能让官兵有心情去玩娱乐设施放松心情。而与我军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的，就要是印度军队了。后勤补给上的差距先不谈，光是印度前线的压力和被大雪隔绝的无助感，就导致了很多印度士兵陷入绝望，进而导致自杀。更要命的是，本身印度军队内部就是个阶层分化严重的环境，作为种姓制度的变种，让印度基层士兵的生存环境十分严苛，吃穿用度基本都是被军方高层转手出售以次充好。能吃饱都已经是件十分稀罕的事情。在印度军队里，士兵受不了自杀的屡见不鲜。从2010年至今，超1100件自杀案例，每年接近110人自杀。而在12月开始，前线完全进入高原严寒环境之后，两种环境交加在一起更是明显。有印媒透露，在前线，印度士兵自杀事件开始激增，数据增长明显异常。另外，也有观察人士发现，印军如今处境艰难，还和自身的基建能力、军营位置布局有关。就比如在2020年12月25号，印军军营的围墙突然倒了，3名在墙角摸鱼的印度士兵当场就没了2个。而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印度一侧发生雪崩，直接命中印军一处哨所，3人被活埋。更不用说再往前一点，总有印度士兵踩到自己队友埋的雷。这种无处不在的意外，也是压垮很多印度士兵的凶手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别看印媒天天在国际舆论上叫嚣，一副超级大国的姿态，但从印军一线部队的队内申请就可以看出点端倪。比如印度时报在2020年12月23号就报道，负责边境西段与中国军队对峙的印军部队 ITBP 就多次向新德里发出申请，觉得边境待不下去了，要求采用轮换制度，轮流来。